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郑杰西卡这个频道。哇，今天的妆好像画的有点好呢。好了，言归正传，好久没有聊春天的鞋子了。那正巧我很喜欢的 Vivaia 呢上新了不少春季新款，我就选了4双，同时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折扣码。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试穿报告，同时呢还有一些我最近新入的 Zara 的裙子啊、Valley 的套装等等，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小众品牌的彩妆啊，大家一定会喜欢的，记得看到最后。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开始了。那首先呢，来看第一双鞋是缎面的这种有点像芭蕾舞鞋的运动鞋。哇，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啊？哎，没错，和我去年入的这双 Vivaia 的缎面运动鞋啊，看着就很像。因为我这双鞋穿得太久了，看着有点脏，等一下塞到洗衣机里面洗一下。那说起这一双去年我入的缎面鞋，那我自己很喜欢，很多明星呢也很爱穿这一双。而薄底鞋嘛，也是这2年特别流行的一种款式哦。不过呢，因为它鞋子底还是比较薄，在城市里面 City Walk 是没问题啊，但是你长时间在户外要走一整天，或者说要跑跳是不行的。所以没想到 Vivaia 呢就在这双鞋的基础上面做了一些改动。你看它的底部是豆豆底，布满了各种小小的这种橡胶颗粒，这样呢就能够增加摩擦力，走路的时候呢能够分散压力，长时间走路也不会累的。另外呢，它的鞋底跟之前那双一样，也是很有弹性的，怎么弯折都不怕。它呢是一个百搭的米白色，暖色调，很好搭配衣服。鞋头呢是偏方形的，但又不会很方，还是有一点点圆的，更有女性化气质。同时呢，对宽脚的朋友也很友好。跟之前那双不同的点，你看之前那双的这个鞋头的设计呢，更像芭蕾舞鞋，但是呢，这次的新款的这个鞋头有一点点像德训鞋，那这样呢就增加了一些复古气质，也更加运动一点。而材质呢依然是缎面的，有芭蕾舞鞋的优雅，同时呢也把德训鞋的舒服完美融合在一起。它呢是有2种鞋带的，一种就是这样的缎面鞋带，还有一种就是普通鞋带。你可以像我这样啊，2个鞋带都串在一起，也可以只选用其中一个鞋带，根据你搭配的衣服来选择就可以了。那这双鞋和之前那双一样的是可以机洗的，打理起来很方便。那我搭配的呢就是我这一套灰蓝色的 Valley 的套装，哇，是不是好美啊？它呢其实是在卫衣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不会那么的运动，上身自带轻属女的优雅和气质。其实呢和鞋子是同一个设计理念来着。我超爱这个灰蓝色，既有蓝色的清新明亮，又因为加入了灰色调，有莫兰迪色系的高级感。无袖上衣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深 V 的开口，但是又不会太低，能够恰到好处的拉长脖颈线条，会显得脸特别的小，人呢也比较瘦。它的下摆呢和领口这里都是宽螺纹设计的，增加了立体感和层次感，同时呢也显得更沉稳有力量。侧面呢有一个小开叉，视觉上显腿长。那这件呢我穿的是 L， 稍微有一点点大哦，但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衣服穿大一点，所以对我来讲不是很大问题，而且稍微大一点啊，会在对比之下显得胳膊很细，有没有感觉到？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合身款式的话，像我这样的身材穿 M 是足够的，这样袖笼呢也不会太大。那搭配的长裤呢，哇，真的超级舒服哦，松紧带腰身，笔直的裤线显腿长，看起来呢像正装裤，其实穿起来就像运动裤一样啊。这条呢也是他们家的当家大爆款了。我有好多条同款不同色，但是呢因为考虑到成套穿会显得格外有气质，所以没忍住又订了这个颜色。那这一套的面料呢依然是他们的 Double Soft 面料。哇，我跟大家讲，只要你穿过这个 Double Soft 面料，你就不会忘记啊，就特别的柔软细腻，跟普通卫衣是不一样的。普通卫衣有的会有一点点那种粗粗的纹理感，它是完全没有的，就有点像桑蚕丝那种很柔顺的感觉，但是呢又有卫衣的舒服。真的穿过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一定会爱上的。那么搭配这双鞋就太完美了，既有芭蕾舞者的高贵优雅轻盈，又很舒服轻松，毫不费力，松弛感轻松 get。 当然了，你还可以搭配一顶棒球帽啊，再增加一点点复古气质。而且呢，帽子上的浅驼色和豆豆底的颜色是呼应的，更有整体感。这顶 Valley 的帽子呢，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戴的哦，版型极好。我这种扁头呢，戴上也能够显得立体饱满，而且帽檐更长，更加的防晒哦。
那要说这2年最红的鞋款之一，那我必须提名就是网眼玛丽珍鞋哦。这股趋势绝对是由 Alaya 带起来的，每一个博主都是人脚 N 双。不瞒大家说，其实呢，我之前也入过，但是不知道是款式的问题，还是我搭配没有选好衣服，总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断舍离了。但是没想到我这次在 Vivaia 呢找到了这样的 Mesh 的玛丽珍鞋，特别的好看，很适合我。我一高兴就入了2个颜色，红色和白色。那我们先来说红色。这里也要说一下，大家不要学我，因为我是有搭配需求的，我这个工作要求，大家不要什么都跟我一样买同款不同色，买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好了。那如果一定要选，我就选红色。首先呢，我就是吸取了教训，选对了鞋型啊。以前呢，我买的那双 Mesh 的玛丽珍鞋，脚背上的这根带子呢是有一点点粗的，就像这张照片里面类似这种粗带子。其实呢，如果你脚背上这个带子太粗的话呢，会形成割裂感，而且呢有点太过的硬朗，和整个玛丽珍鞋的风格其实不是很搭的啦。所以这次呢，我就选的是这个带子是比较细的，就是这双，这样就相对呢会更加娇俏可爱一点。这双其实也跟Alaya原版那一双鞋型呢是比较接近的。它呢是个杏仁头的设计，对于宽脚的朋友呢很友好，不会挤脚，穿起来呢很舒服。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鞋面，鞋面呢它是针织镂空材质的。我呢很喜欢这种针织镂空材质哦，因为其实市场上也有一些有点像塑料镂空这种材质，就澡堂拖，你知道吗？大家懂我意思哦。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我觉得穿得不好就容易显得很 cheap 哦。但这种针织镂空材质呢，看起来就很有高级感了。这种鞋面呢，而且不会单调，同时呢也很透气，春夏天穿不会闷热。不喜欢穿凉鞋的朋友呢，就穿这种鞋就好了。另外呢，它的舒适度也是一流的。它里面呢其实是3层鞋垫，这样摸你就能够感受到它这个弹力特别的好。而且呢，它是有一点点鞋跟的，大概1厘米左右，不会太平，走路呢不累。它也是非常柔软的，怎么弯折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的，而且它也是可以机洗的哦。这个红色呢也很正，上脚超显白的，而且还能够给全身造型增加亮点。比如说呢，我就穿了一条最普通的优衣库的弯刀裤，搭配最普通的 COS 的白色 T， 一双红色鞋子就能够让人眼前一亮啦，给人一种打扮过的感觉。我是不是很聪明？为了呼应红鞋子，还可以加一件 Moco 的红白条纹衫在腰上绑一下，这也是今年最火的一种穿搭方式。这样呢，红色和脚上的红色互相呼应，更有整体感。那虽然我日常呢偏爱穿长裤啊，玛丽珍鞋的横带子看不见，但我会坐下来啊，你看坐下来不就看见了吗？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接着就是这双白色的 Mesh 的玛丽珍鞋了。这双鞋你看它的颜色是比较偏暖的白色，因为白色的鞋子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什么白哦。如果太白的话就会像医务工作者，要买就买这种比较偏暖色调的白色，会比较好搭一点，也比较适合亚洲人的气质。那我搭配的呢就是加拿大品牌 Oak and Fort 的这套套装，上衣呢稍微有一点点大，抱歉啊，我之后应该会去换一个中号，但这里先浅浅试穿一下给大家看哦。我呢很喜欢这个深卡其色，很有高级感，而且不容易撞色。背心呢是大圆领，搭配柔软顺滑的 Scuba 面料，面料呢厚度中等。其实现在我们大中午就可以这样穿了。侧面的两侧有小开叉，能够显腿长。搭配的长裤呢则有松紧带腰带，轻松舒服。这双白色网眼鞋的加入呢，能够增加几分优雅气质，还能够削弱套装的休闲感，平衡的正正好。最后呢，别忘了加一顶瓦里的棒球帽，帽子上的米白色和鞋子颜色呼应哦。哇，这双鞋子我真的好喜欢，我一人血数，希望Vivaia能够听到我的呼声，让它赶紧出个黑色，黑色我也想买。那另外呢，他们家的这个 Mesh 的玛丽珍鞋还有一个方头的款式，那如果喜欢鞋头方一点的朋友呢，就可以选那一双。那双呢有红色、黑色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都蛮值得买的。第四双呢又是一双白色鞋子，不过是尖头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了。这双呢也是偏暖色调的白色，而且更偏米一点哦。那上脚呢就会显得比较温润。
那这里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刷社交媒体会看到春夏天的时候，很多博主都会穿白色的鞋子嘛。但是对我们亚洲人来说，白色鞋子呢，最好就是选择比较有设计感，或者说这种面料有一些纹理感的白色鞋子。包括这双或者这双白的都是一样，它也是有纹理感，也有一些设计感嘛。那因为我们亚洲人的头发的颜色大部分都是深色嘛，如果你像欧美博主那样穿那种很普通的白色的鞋子，因为他们都是金头发，他们没问题。那如果我们穿这种类型的白鞋子，就容易头重脚轻。但是如果当你带有这种纹理感、有设计感的白鞋子穿上呢，下半部分的亮感就会增加，就不会那么头重脚轻了。希望这个 tips 对大家有用。那我们再说回这双白鞋子，它上面的这个纹理感呢，有点像盛开的花朵一样，也蛮适合春夏的。而且呢，这种钩花纹理感视觉效果很温润，让人想到了亚麻、手工织物或者是法式家居，蛮有高级感的。鞋面采用回收塑料瓶制成的针织材质，有弹性，不挤脚。而且这种针织材质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孔的，当然这个小孔不如前面那一双 Mesh 的玛丽珍那么大，但仔细看还是有一点的。即使你大夏天穿也不会觉得闷热，透气排湿。微尖的鞋头，它要比圆头呢更显脚瘦，但是又不像尖头鞋攻击性那么强，很优雅，而且很显瘦哦。但是呢，穿起来又不会有压迫感。前口的设计露出更多脚背，视觉上显腿长。另外，它的脚后跟这里，你看还是有这个防磨的设计的，哪怕是新鞋上脚也不会打脚的，我已经测试过了。整体呢也是很轻很软，你看也是怎么弯折都没关系。它的鞋垫呢也是有足弓支撑的，也是回弹力很好，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着都不会累。也是有一个大概1厘米左右的鞋跟，这样呢也就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底部呢也是有这种相对防滑的花纹，跟前面那双也是一样的。那我搭配的呢就是最近在 Zara 找到的这条宝藏裙子了，可好看了。灰蓝色，优雅浅气质，亚麻混纺材质，面料呢自带纹理感，上身也不会觉得很单调哦。收腰设计轻松打造纤瘦的腰身，最棒的就是这个不对称的设计啦，肩膀一侧有打折，增加了设计感。下面呢则是有一侧有多一片的设计，视觉上起到障眼法，能够遮盖我的小肚子，而且呢还蛮有艺术气息的。下摆是斜线设计的，显瘦又特别，不落俗套。后背呢是大面积的开口，不过有扣子可以扣上去，穿肤色内衣或者不穿内衣其实都没关系的。那我搭配这双轻盈的尖头鞋呢就正好了。最后别忘了加个白色的包包来呼应这双鞋，再加一副白色的墨镜，增加一点点桀骜不驯的中性气质，防止全身的单品都过于女性化而显得精致土哦。这一身呢就可以通勤、逛街、参加朋友聚会、画廊看展，什么都可以，用途非常的广泛。那这里也说一下，这双鞋呢，我现在穿的是8号39，有点挤脚的，因为它毕竟前面是相对比较尖的嘛。那大家呢可以适当的买大半码，前面几双我都是穿8码，是正好的，供大家参考。这双呢我会退掉，去换一个8.5码的。另外呢，这双鞋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颜色和材质哦。我个人觉得有一个拼色蛮好看的，很小香风，还有一个黑色和一个浅杏色都好看的。另外我居然发现部分的材质和颜色是可以防泼水的，当然不是说完全防水，像雨鞋那样，那就是只稍微下点小雨，问题不大。哇，这个功能我喜欢，因为纽约的春天雨水很多嘛，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你穿什么鞋，我是不穿套鞋的，所以我一般就会穿这种有一点点防泼水的鞋子，然后搭配一个黑色的9分裤就好了。所以我拍完这个片子赶紧要下单黑色的那个防泼水的，等我收到之后再跟大家汇报。最后的最后开始分享彩妆了，其实我根本不是个美妆博主，我是个大手残好吗？所以我就勉强说，大家也就随便看看啊，千万不要那么挑剔啊，不然我没有信心以后就不做了啊，开玩笑了。好，那分享3个我最近很喜欢用的彩妆嘛，它们都是来自 Patrick Ta。那如果是在北美的朋友肯定都听说过 Patrick Ta，绝对是白女最爱的彩妆品牌之一哦，非常的火。而她本人呢，也是一个明星彩妆师啊，包括像 Gigi 啊、Bella， 她的妆容呢都是出自她手啊。那之后呢，因为越来越成功，所以就成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那很多朋友呢都说，哦，最爱的男人就是他了。我呢还蛮喜欢他的，因为我看了一些他的彩妆的一些教程哦，就觉得他说话有点港港的，我们上海话就是港呵呵，就有点傻傻的，很可爱，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蛮喜欢它，对它印象很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全场最爱啦，我这个超爱的腮红盘，双色的。它有很多很多的颜色，而且名字都起得很好，什么 SOLA 啊 She Goes to Gym 啊什么的。那我比较 chicken 啊，我选的一个是比较大陆的颜色，就很适合日常。我今天画的就是这个颜色，哇，是不是很好看？好吗？这个叫 Not Too Much， 这个名字就已经表达了它的意思哦，就是刚刚好，不会太多，不会太重的意思。它呢一共有2个腮红的颜色，上面这个呢是有一点点像豆沙色，下面这个呢是偏橘色的，而且呢它的质地也不一样，下面这个是粉状，上面这个是膏状，这个也是蛮独特的。更独特的是呢，它发明了一套上妆的方法，是先用粉状再用膏状。诶，这个跟人家不一样啊，因为一般我们化妆都是先上膏，然后最后上粉压住嘛，它跟人家是反的。当然了，你单独只用一个也是没问题的。那我呢也入了一个他们的这个刷子，哇，这个刷子也很好用啊，配套用更好。那我们先来用这个下面的这个粉状吧。用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搞不清楚哪一个有哪一个，就记住哦，比较 fluffy 的，所有就是比较松松的这种 fluffy， 中文叫什么？松软软的这种刷子都是用来涂粉的。那这个就是这一头就是比较 fluffy 的，用来涂粉。涂的时候一定要涂均匀。就是整个刷子上面都要沾上粉，千万不要只沾那么一点点，这样就是会很容易画乱掉。他们家的腮红是我用过所有的品牌里面 pigmentation 做的最好的，没有之一。所以上色的时候呢，一定要轻柔一点。当你全部都沾上的时候呢，可以在手上稍微单调一点，不然的话呢，直接上去的话就非常容易画成猴子屁股啊。然后呢，你就这样。点，随便怎么画，我也不是很会画了，反正我就乱画，就这样。相信我，我都会，大家都能够学会啊！我是个大手残啊。那我在手臂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颜色，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橘色。然后上面这个颜色呢，它是有一点点光泽感的，用的时候呢，就是用比较短的这一头，比较 dense 的这一头。一般呢，这种类型的刷子都是用来刷 cream 的，不光这种刷子啊，基本上刷子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你就在上面就这样，然后再叠加在上面就可以了。你看我上脸的效果就知道了，它呢会有一点点光泽感的，就非常的好看。就是很自然的一个颜色，就好像平时本身气色就很好的样子。我很抱歉啊，我前面在拍的时候，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拍，我旁边没有镜子，我直接对着照相机的镜头拍，所以上妆的时候呢，这个手法还有这个力度都不太对哦，请大家原谅。所以呢，我一开始画的时候颜色有一点点深了，深了没关系，我就用这个气垫的粉底呢，把它再盖住，盖住之后发现又太浅了，然后呢，我又再上了一点，现在就是正正好啊。而且因为我是现在在拍影片嘛，拍影片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吃妆的啦，所以呢，其实是日常生活中会比这个颜色大家看到的会更加深一点。哇，这真的很好看，好吗？又自然，但是呢又有一点点光泽感，而且这个腮红有一个最好的点，就是它非常的持久。我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去年买的这个 Jones Road 我也很喜欢，哇，都用了这么多了，这个我也很喜欢，它还很有光泽感啊，特别的滋润。但是缺点是不持久，基本上用几个小时就会脱妆。但是这个 Patrick Ta 我基本上中午的时候用，一直到晚上8、9点都不会脱妆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加分的。哇，真的好喜欢，推荐的。接着呢，就是这个。其实是润唇膏，但是带颜色的润唇膏。我感觉最近欧美品牌呢都出这种类型的润唇膏，就是带一点颜色。尤其是之前那个我自己请的那个明星化妆师也跟我讲啊，这种淡淡的唇色会反而显年轻，所以我最近就拼了命的在用这种淡淡的这种唇蜜啊，或者说带一点点颜色的润唇膏。那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颜色，这个叫做 Cookie Butter。它这个系列有好多颜色，而且都是用食物来命名的。Cookie Butter 嘛，顾名思义啦，那涂上去确实这个味道也有一点点像 cookie 的味道。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味道，我这很没味道，但无所谓了。颜色还是好看的。你看，就这个颜色，它涂在嘴上呢，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效果，而且很容易涂开。也不会黏腻，不会觉得难受的。持久度呢肯定是不如唇膏好的。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唇蜜
或者说这种有色的润唇膏都是不持久的，我就没有找到一个持久的。可能 Chanel 那个双头我也有啊，我之后跟大家分享，那个还稍微好一点，但它毕竟有一头是唇釉嘛，那这种唇蜜都是不持久的，那大家就平时多涂涂就好了，因为毕竟比较自然嘛，哪怕你掉了一点点问题也不大的。而且这个系列其实有很多颜色了，但其实都大差不差的，因为本身就是一个有色的润唇膏嘛，大家也不用太过纠结，或者如果吃不准就买我的同款颜色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呢是一个眼影盘，它其实是有3个颜色，我选的是最浅的这个 light 颜色，因为太深了我担心自己驾驭不了。那我觉得这盘颜色呢就非常非常的专业，而且它是全哑光的。有的人喜欢全哑光，有的人喜欢稍微带一点点珠光，我觉得看个人喜好吧。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在于这6个颜色都是暖色调的。因为我之前呢也买过这种大地色系的眼影盘，但是总有几个色调是冷色调的。其实因为我们是亚洲人肤色，除非你的脸的肤色是特别那种冷白的，其实很难的。大部分的我们亚洲人的肤色都是暖色调的，所以呢你用这种暖色调的大地色系会更加的和谐。这6个颜色属于你随便怎么用都会很好看的那一种。你看我就随便涂了一下，当然就像我说的，我因为没有镜子，我就对着这个镜头画的不是特别好，后面我又补了一下，今天我就是用了这个颜色，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平时就选1、2个颜色就这样乱涂就可以直接出门了。当然如果考究一点厉害一点呢，这一盘绝对就可以帮助你打造各种各样什么烟熏妆啊，什么深一点的妆容啊，都是 OK 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眼影盘，依然是 pigmentation 特别好的，好美貌啊。好啦，一口气分享了这么多，哇，今天这一期好开心啊，都是我喜欢的单品，每一件都是，希望大家也喜欢。还是那句话，我每次做这样的新品试穿或者试用，不是盲目的去鼓励大家都去买跟我一样的同款啊，我只是觉得可能通过我的上身或者试用，可以帮大家反而节省时间啊，这样你就省得来回退来回折腾了，对不对？也是一种变相的省钱省时间的方法。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吧，如果喜欢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哦。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